明明继承了红发香克斯的战力，吃了响雷果实的校花却要把你踢下船。只因这个世界没有海贼王这部动漫，所以恶魔果实时代降临后，都觉得选择恶魔果实才是王道。无能力者是天赋低的人才选的，你拥有最强天赋，所有人都觉得你会选择最强的阵阵果实，而你在契约仪式上直接选择契约无能力者。恶魔果实只能契约一个，契约后就无法再契约无能力者，所以你直接放弃恶魔果实。最强天赋的你可以契约7个无能力者。了解海贼动漫的你直接选择契约罗杰、红发香克斯、鹰眼米霍克、冥王雷利、泽法、魔人奥兹、海峡圣平，全世界轰动，觉得你把自己玩废了。原本对你巴结奉承的高冷校花，此时再次变得高冷。吃了响雷果实的他很看不起你，契约之前说一起创建海贼团，让你当船长，现在校花铃木雪要把你踢下船，你冷笑回复，你肯定会后悔的。铃木雪笑了，已经是废物的你，我怎么可能会后悔？突然所有人脸色惊变，地面轰隆隆震动，所有人抬头看向天空，2道金色石碑破开云层从天而降，屹立天地中央，高耸入云。无论是在多远看，都能清楚地看到石碑，特别是石碑上方的几个大字，左边的石碑海贼悬赏金榜100个名额，右边的石碑最强海贼团榜20个名额。现在2个榜单上还没有人上榜。天地间信息声回荡，上榜者可获得提升等级的经验，排名越高给予的经验越多。至于如何上榜，海贼悬赏金榜在3个月后开启，到时候所有人可进入悬赏秘境，成绩越好悬赏金越高，悬赏金就代表自身实力，战力越强，那么进入后成绩自然好。悬赏金榜公布后，每半年都能再次进入悬赏秘境，每次依旧会根据排名给予经验，这让所有人高兴，意味着哪怕第一次没拿到第一，但还可以继续努力提升，在之后再去拿到更高的悬赏金。铃木雪自信，我一定要成为最多悬赏金的海贼。李沧嘲笑，契约7个无能力者，已经是废物的他，绝对都上不去榜。最多悬赏金10万贝利，铃木雪鄙视，10万都多了，最多1000贝利。所有人安静下来，信息声再次回荡。至于最强海贼团榜，会在半年后开启，会开启海贼团排位战场，战斗中获胜者晋级。最强海贼团榜对于前5名还会有特殊奖励，那便是给予前5名海贼团称号。第1名海贼团赋予一王称号，第2到第5海贼团赋予称号4皇。下一瞬整个国度议论纷纷，一王4皇，好霸气的称号，肯定都属于天骄们创建的海贼团。准确的说，悬赏金榜才是属于天骄，而我们这些天赋普通的可以加入强大海贼团了。那么之后我们就是4皇海贼团的一员，乃至1王海贼团的成员，努力修炼，一定要成为强大海贼团的一员。李沧看着你离去的背影，嘲讽着，雪儿，你说他会不会后悔的跑回来，求着你加入咱们天骄海贼团？铃木雪点头，会的，毕竟海贼团榜出现了，谁都想加入强大的海贼团，从而沾光。而我们天骄海贼团的目标就是成为4皇乃至1王。2人盯着你，觉得你马上就要转身了，但让他们意外的是，你头也不回的离开。铃木雪冷哼，看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知道我们不可能让他上船。李沧点头，是的，以后没有哪个强大海贼团会收他，他跟我们的差距会越来越远，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然而你此时心里发笑，1王海贼团必然是自己的，很想看看自己悬赏金第1时，海贼团第1时，铃木雪会是怎样的嘴脸。想到这你就非常期待。这时候整个国度的天骄都斗志昂扬，都想上榜，因为这是身为海贼荣耀实力的象征，代表着牌面。某个城市，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看着2个石碑榜，目光灼灼，非常自信，我王权师创立的青龙海贼团，到时候一定要成为第1。排位战场，不管是怎样强大的海贼团，都会被我青龙海贼团击败。至于悬赏金榜，王权师抬起头，目光直接锁定第1名。个人的榜单，我王权师更要成为第1，成为最高悬赏金的男人。这个榜单的第1，也象征着拥有者是世界最强海贼，最强的男人。对于这2个第1，王权师自信一定要拿下，毕竟他是10级天赋天骄之一，更是获得了动物系鱼与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。即便现在他才11级，果实能力只被开发了1点，但也让他见识到了这个果实的强大，自信自己必然是最强，等级再高一些，觉得自己都能完全变成一条青龙。另外一个城市，白少寒同样自信，悬赏金榜，我白少寒定然是第1，因为我是阵阵果实能力者。还有很多天骄海贼都是有着自己的自信，都想获得高排名。你看了眼2个石碑，清楚很多天骄都想成为第1，你没有多说什么，已经在想了，到时候自己的悬赏金会以多少占据第1。最强天赋加上契约了7个海贼中的强者，第1不是目标，而是必然，因为不是第1，都对不起契约了这么多海贼中的天花板。回到家，在院子里你感受着自己的实力，握了握拳，自身的力量很强，并且也继承了各种顶尖剑术，直接融会贯通，包括剑纹色、武装色乃至霸王色霸气，7个人的所有能力自己都差不多会了，只是威力没有这些人巅峰状态那么强。7者力量、速度、肉身、霸气、剑术等叠加，要比自己想象中强很多。现在没有谁单挑能够战胜自己，并且自己手握黑刀叶，不仅能发出鹰眼的斩击，还能用黑刀叶斩出神臂，自己简直完美。海贼中，海陆空最强生物是凯多，但在这个世界将会是自己。陆地上最强不用说，海里自己也是最强。契约了圣平，可以在海里自由行动。至于天空，契约了泽法，自然也掌握了海军60之1的阅读，也完全可以在空中战斗。感受完自己的强大，你先去填饱肚子，然后外出磨练，距离真正异变还有1个月。这期间就是让所有人先发育，真正异变后，各种强大海兽凶兽就会出现，还有很多危险秘境。不过现在蓝星的生物也有很多变异了，没人敢下海，但自己丝毫不惧。到了食堂，看到了李沧和铃木雪，2人也看到了你，趁机挖苦雪儿，你得感谢他，他不仅是10级天赋，还是10级中的最强天赋，却没能选最强的恶魔果实。如果让他选到了，那么即便是吃了响雷果实的你，也很难第1，所以得感谢他。铃木雪来到你面前讥笑，确实得谢谢你，也替众多天骄
谢谢你，不仅给天骄们空出了悬赏金第1的位置，也能多让一个人上悬赏金榜。李沧赞同，对，到时候悬赏金第100名肯定会感谢你，因为你获得恶魔果实必然上榜，但现在的你根本不可能上榜，也就空出来一个位置，你淡淡开口会不会上榜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李沧捂嘴笑了，哈哈哈，你真是在搞笑啊，你竟然还想着上榜，不是吧？林沐雪也是觉得听到了很好笑的笑话，你还当自己是最强天赋呢？契约了7个无能力者，即便你10级天赋能有多厉害？这是恶魔果实时代，获得恶魔果实才是王道。李沧讽刺，雪儿，你跟他说恶魔果实才是王道，他也理解不了，毕竟他没有恶魔果实，不知道恶魔果实是多么的强大。林沐雪赞同，也是，你懒得跟这种人浪费时间，去吃饭，留下一句话，李沧，你祈祷自己不是第100名吧，因为榜上一旦多了我，你就是101了，刚好不在榜上，想想多难受啊。然而李沧依旧觉得是笑话，真是可笑，你不可能上榜。在杭市，你的邻家大姐姐夏琳正跟烧果实的赵燕商量，燕儿，刚才给你说的事情可以吗？让我的与弟弟免除一切考核，加入我们海贼团，并且给个正式船员职位。赵燕儿有些纠结，夏琳，虽然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但海贼团的招人也不能随意走后门啊，即便在厉害的海贼团里也会很危险啊，虽然会得到庇护，但自身也得有些实力，不是吗？夏琳撅嘴，我不管，弟弟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一定要跟我在一个海贼团，从而可以更好罩着他，一定要让他加入。至于实力，肯定不会很差的，虽然契约了7个无能力者，但好歹是曾经的最强10级天赋，并且7个无能力者战力可以叠加，应该不会逊色人造恶魔果实能力者。赵燕儿无奈，这样吧，低等船员招揽，他可以不考核直接进入，但正式船员得考核。夏琳也知道这样就很好了。好的，赵燕儿提醒，要加入的进行考核，如果打破我们的记录，都能成为船长，但难度很高，失败就无法加入，所以你要提醒他不要参与考核。这个我知道，咱俩比一比，船长还没定呢，咱俩谁厉害谁当船长。好，那来吧，让我会会你的冰冻果实。第2天一早，你离开家前往海边，林沐雪和李沧也在，身后还跟着很多人，是天骄海贼团的船员。他们聊着天，很高兴，成为海贼挺好的，比之前好多了。虽然我才天赋3级，契约的是人造恶魔果实老鼠，但也不是普通人了。那些之前有地位有钱的人，见到我都对我很客气尊敬。我也是，我们家就出了我一个天赋还不错的4级天赋，契约的是人造恶魔果实野狼。昨晚和今天早上来我家送礼的人一直有，各种巴结啊。以前我就是个打工的，被老板各种压榨欺负，但知道我是天骄海贼团的船员后，直接态度大转变，给我端茶倒水，这感觉真爽。现在可不是金钱至上的世界。林沐雪等人来到海边，看到了海边停靠的一艘船，很大很气派，像一个鲸鱼。李沧骄傲，我们的船很酷，以后冒险航行，海贼船自然也是牌面，建造的还不错。然而这海贼船是你给出的大概模型，按照海贼王世界白胡子海贼团的传话，林沐雪等人上船，看向大海，心驰神往。这是一个6级天赋叫清风的人快速上船，很激动。船长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，很重要的事情，我率先发现的，目前热搜还没出现过他的信息。林沐雪疑惑，李沧认了出来，他叫清风，6级天赋，不过是倒霉蛋，契约的不是恶魔果实，是无能力者，叫青椒。有什么事？船长，我知道了一个信息，从我契约者那里得来的，让我直接拥有了霸王色霸气，这让所有人意外，确实没听过。见闻色和武装色可以学习，这霸王色霸气怎么没有出现这个信息？林沐雪询问，霸王色霸气有什么作用？你会教导吗？清风摇头，我不会，也没人会教导，因为霸王色霸气是无法通过学习获得，而是与生俱来的。我契约的这个无能力者青椒，他就是与生俱来的，某个时机觉醒了。虽然霸王色霸气觉醒者很少，但相信肯定有一些契约了无能力者的，跟我一样也拥有霸王色霸气，这让林沐雪有些遗憾。与生俱来吗？那么获得恶魔果实的人是不可能拥有霸王色霸气，只有契约到无能力者才有可能拥有。清风继续说着，霸王色霸气是一种王者资质，这让林沐雪为之一振。难道很厉害？这是无能力者能拥有的吗？林沐雪皱眉询问，霸王色霸气具体什么手段？你现在会吗？展示一下。我对于霸王色也了解的不多，相信等级越来越高后会更多了解的。至于展示，现在就可以，只不过现在我才6级，所以展示霸王色威力应该会很小。展示吧，让我看看霸王色霸气的作用。清风眼神一凛，一股气势爆发波及开来，但周围没什么动静，只是甲板上的树叶被飘动了一下，甚至10多米远处的树叶都没有被吹动。李沧询问，这就完了？清风挠了挠头，是的，毕竟我才6级，还远远无法发挥青椒所拥有的霸王色。李沧一脸不屑，呵呵，什么王的资质，即便能完全发挥，有什么用？就这威力，都不如春天的一股微风有威力。即便你100级，完全继承青椒的霸王色，我看最多威力跟稍微大一些的风一样。林沐雪一点不觉得遗憾了，一脸鄙视，什么霸王色霸气，王的资质，真是夸大太多了。原本还会因为没有而略微失落，但现在一看，纯属搞笑。清风连连点头，是我有些激动了，这霸王色霸气看来确实不厉害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惊呼声响起，远处有个人来了，看不清，但这身影远远看着就好霸气。近了看清了，立领披风，背负十字架刀，原来是他。李沧明白了，知道他为什么选择契约无能力者，想变帅，从而以后吃软饭。林沐雪觉得有道理，你无视他们来到海边，突然数不清的食人鱼从海水中冲出，发生异变，每一条食人鱼都有孩童大小，有100多条涌向林沐雪他们，也有100多涌向你。林沐雪一脸淡然，催动响雷果实能力，全身噼里啪啦放电，一声低喝，放电，10万伏特，电光窜出，食人鱼瞬间被电击，全身冒着黑烟掉落在地。船员崇拜欢呼，船长好厉害，不愧是拥有响雷果实能力的船长。快看，有100多食人鱼冲向了他。李沧幸灾乐祸，这小子要吃苦头了。林沐雪同样幸灾乐祸，布嘎也要脱层皮。4级天赋的我面对肯定完蛋，会瞬间只剩下一身骨架，他肯定慌了，并且会呼喊船长救他。李沧
询问雪儿，他求救的话，你会出手吗？林暮雪冷漠，当然不会救，我跟他又不熟，不过我很想听他向我哭着求救。顿时川上所有人幸灾乐祸看着你，而你面对这些食人鱼淡然自若，没有任何动作，他们都以为你要放弃了。然而你眼神一凛，直接爆发霸王色霸气，下一瞬，林暮雪他们几百人全部目瞪口呆。